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超特别的故事，这是一位爸爸即兴讲给他孩子的床边故事哦。但是它完全颠覆了我们对童话的所有想象，结局更是让你意想不到。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喽。在开始之前，先来问问大家好了，你觉得童话故事的结局一定都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今天这个故事可能会让你大开眼界。好，那我们的故事主角要登场啦。他是一只小兔子，过着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且他真心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兔子。你说为什么？很简单嘛，因为所有的事情，兔爸爸跟兔妈妈都会帮他做好做满。你看他过的生活真的是轻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想跳，爸爸直接背着他跳；想走路，妈妈牵着他走；就连吃饭都有人拿汤匙一口一口喂。最夸张的是什么？他上个厕所，妈妈还在旁边帮他加油打气。你说扯不扯？根本什么事都不用自己来，完全就是个小皇帝。不过这种好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这只小兔子完美的生活，马上就要因为家里要多几个新成员而有了，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改变。这个故事的节奏真的是快到不行，才短短几句话，家里就要有新成员了。兔妈妈怀孕了，而且很快的，家里就蹦出了一整窝的小兔子。对，你真的没看错，不是一只，也不是两只，是一口气整整18只。哇，光是想象那个画面就觉得有够壮观的。我们的小兔子一瞬间就多了18个弟弟妹妹。就在小兔子还在那边开心，想说多了好多弟妹可以玩的时候，兔妈妈用一种超级平淡的语气丢下了一颗震撼弹。她说：从现在开始照顾这18只小兔子的责任就交给你了哦。小兔子的反应就跟我们现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个梗图一模一样。哈，黑人问号，他整个傻眼，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这也太突然了吧。兔妈妈接着就解释了，他们兔子家族一个很实际，但说真的也有点暗黑的生存法则。他说本来就是这样第一胎要负责照顾第二胎，第二胎再去照顾第三胎，一直传下去。他还补了一句说，要不是因为外面有老鹰野狼黄鼠狼这些天敌，把你那些兄弟姐妹都给吃光了，你以为现在会只剩下你一个哦？哇！所以真相是，他之所以能享受到那种皇帝般的待遇，全都是因为他那17个兄弟姐妹早就变成大自然的便当了。这也太残酷了哇！所以啦，我们的主角就这样，从一个被宠坏的小小爷，一秒变身成要扛起全家重担的长兄。他的苦命生活就此展开。你来看看他现在要做哪些事基本上就是把爸妈以前对他做的事情全部复制贴上，然后乘以18。而且还多了新的工作，像是他得收集夏天掉下来的兔毛，然后把它织成毛衣给弟妹穿，不然他们冬天会冷死。我的天哪，这责任也太重了吧！这张图完全就是他生活的写照。他每天就是这样，忙东忙西，忙南忙北，晚上还要忙前忙后，半夜连上下都要忙，根本就是360度零死角的忙，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好不容易他总算是撑过了冬天，心想说日子应该会好过一点了吧。结果故事迎来了转捩点，而且这个转捩点是直接把游戏难度从困难模式一口气调到带点黑色幽默的地狱悲剧模式。冬天过去了嘛，春天来了，那些小小兔子总算也长大了一点，比较不需要哥哥随时随地盯着。他们开始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就一群一群跑出去玩。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可以让他喘口气的好机会，对吧？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外面的世界哪有这么安全？才没多久，咻！一只老鹰飞下来抓走2只，接着一只野狼跑出来又叼走3只。还没完又来了一只黄鼠狼，也抓走1只，就这么一下子，原本浩浩荡荡的18个弟妹，就这样东一个西一个的，最后又只剩下1个了。这个春天对他们家来说真的太残酷了。好啦，至少还剩一个弟弟嘛。小兔子跟这个唯一幸存的弟弟总算有了点默契，
他们还在计划说，等妈妈生下下一窝宝宝的时候，要怎么分工合作。那个弟弟还很懂事的说，他要多做一点，训练自己。结果你猜怎么着？话才刚说完，咻，又一只老鹰冲下来，把他最后这个小帮手也给叼走了。真的是有够绝望的。好，故事讲到这里也差不多到尾声了。那我们这位悲情的主角，他最后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小兔子整个崩溃了，对着天空大喊：“可恶啊！我什么不连我一起吃掉？”他才刚喊完，一只狼就真的出现了，然后就把他给叼走了。他这一辈子的苦命就这样草草率地的结束了。就算到达了天堂，他也只有一个愿望，一个可以说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我发誓下辈子再也不要当兔子了。好，问题来了，他的愿望有实现吗？来了，故事最后的神转折，他成功了，他真的投胎变成了一个人。但是最讽刺的地方来了，他这辈子居然有个很奇怪的习惯，他喜欢随身带着幸运兔角来保平安。天哪，这黑色幽默真的是玩到极致了。然后呢，就像故事里那个爸爸一样，我们也用完全一样的方式来结束。故事讲完了，大家晚安。好了，那在我们今天分享的最后，我也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像这样一个充满黑色幽默又反映了残酷现实，但同时又超有创意的故事，你会讲给你的孩子听吗？这或许也让我们可以重新想一想，到底什么样的故事才是一个好的床边故事呢？